人生多多少少会有一两个成功经验吧，别人花了好几年都叠不起来的多米诺骨牌，而你却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完成。别人失眠了好几个月，但你的瞌睡虫就像召唤兽一样，呼之则来，倒头就睡。即便是小小的成功，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真好，对吧？今天老 K 要带大家来看属于我的故事，从100公斤外表看起来像55岁的眼镜大叔，蜕变成自信教人性的念佛人老 K。1万订阅了嘛？我看好多粉丝都比我还兴奋。老 K 想借此影片告诉大家养成习惯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并如何运用在专修念佛的经验谈来，用佛号来为你的人生瘦身吧。念佛人老 K， 好久没有说我变瘦这件事情了。其实我觉得我身边认识我的人早就忘记这件事情。这一期老 K 想要带大家轻松听故事。我们先不学难的东西也不讲大道理首先老 K 还是要感谢你们大家把我当作朋友。就算你只是订阅我的频道平常看到我更新的影片只是滑过去而已我还是很感谢你。因为只要是老 K 的一个概念甚至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能够停留在你心中从此帮你改变你的人生那我做这个频道的目的就达到了可能现在你们不太相信但是在我的人生的确我当了15年的胖子在此之前我和大部分的台湾男人一样一辈子身材最好的时候当然是当兵的时候老 K 记得我当初身材最好的时候还瘦到了75公斤我身高大概181公分现在不知道年纪大了有没有缩水但是去年体检的时候还量到181公分所以当时看起来我的身材应该是刚刚好但是我退伍以后花了1年的时间考上淡江大学然后因为我大学是双主修2个学位的关系所以念了5年在这5年内因为大学生活嘛，逐渐从75公斤的标准身材变成81公斤略带肉的小哥我大概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碰到你们 K 嫂记得毕业没有多久我们就结婚了然后我不骗你们跟所有刚娶老婆的昂都一样体重就像着魔一样，平均1年都长5-6公斤其实我老婆也不是特别会煮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吃了她的东西就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男士会不会结果没有3年吧，我记得搬到日本不知道第3年还第4年的时候大概是2011年吧，我记得体重就来到100公斤加上老 K 以前近视那个时候还没有做雷射手术，看起来真的很像灌篮高手那个安西教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到饮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公司的伙食做得非常好而且在全日本都很有名中餐做得非常好吃在熊本这样说应该大家就知道是哪一间了那个时候熊本还没有台积电嘛，公司的伙食都是吃到饱你高兴拿多少就拿多少。然后那个时候的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文化就是大家都很爱忙到下午1-2点才慢慢的去吃中餐你太早去吃还会被别人觉得你过得太爽的样子。然后你看看老 K 那个时候午餐都已经2-3点才吃那吃了没多久回去就要等开饭了，吃晚餐了嘛你们 K 嫂是专门在家带小孩的加上我们家有5个人所以每次 K 嫂都煮了一大桌担心大家吃不够嘛但是对我来说我等于是这个中餐吃完没有几个小时没有3-4个小时又要吃晚餐的概念那个时候吃完饭晚上还会偷吃零食因为日本电视很好看看一看旁边有零食嘛就拿来吃我们家里小孩又特别多所以这个柜子打开这个常备的都有零食在里面于是就这样胖到100公斤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行那这样下去不减肥不行赶快想要好好控制体重尝试了各种办法运动也运动了嘛，那也戒掉零食甚至那个时候大绝招就是晚上6点之后不吃东西但是往往撑的没有多久我记得好像最长是撑了1个月就受不了
然后就报复性饮食啊，晚上又开吃宵夜那种。好，这个体重啊，具体来说啊，2011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啊，11、2年的时间啊，我几乎都是在100到95公斤之间徘徊啊，直到2020年开始啊，那个时候我已经45岁了，我才真正减肥成功啊，而且这一次是大成功啊，我真正减了快30公斤了，体重最轻的时候来到70公斤了。当然，如果要细说的话，我大概说10集都说不完了。我在这边简单说一下契机啊。其实我以前做健康频道的时候啊，都已经说过了。因为我平常每个月都要出差日本但是那个时候疫情啊，那个时候啊，大家根本没有在出国的我每坐一次飞机啊，或是每坐一次电车啊，移动，那对我来说都是被感染的风险那个时候心里就在想随时都有染疫丧命的风险。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些营养师的频道，那自己又买了一些营养学相关的书回来看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不是想减肥而是想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就是不想这么早死结果我跟你们说这还真的成功嘞因为从新冠流行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感染过一次新冠，A 流倒是中过一次但是新冠从来都没中过。回题然后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吗？这个都要在隔离饭店隔离2个礼拜嘛。那个台湾比较严格，日本那边也要隔离10天。但是我又每个月都这样过去所以这样来来回回我几乎就是在饭店或者是在出差的途中这样度过。那因为在饭店根本没办法活动嘛。老 K 疫情前其实有去健身房的习惯但是你看看在隔离饭店里面根本没办法活动所以我就加了一些运动习惯进来就是在饭店里面自己也可以特训的那种。一方面让自己瘦得更快，另一方面让自己瘦得更有曲线然后就是在饭店里还是要消磨一下时间大概也差不多8个月左右而已吧，我就从90几公斤一路掉到70公斤。我那个时候回来台湾开会好多同事看到我都不认识我了因为我去日本都是1个月以上才回来一回来大家看到我这个瘦了一大圈不知道的看到我就是说老 K 你是病了吗还是你整容了，大概就是这个反应其实老 K 在这边不是要炫耀自己减肥成功要炫耀的话2年前就已经炫耀完了因为我是2022年就已经瘦到位了。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你看像我第一次减肥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有去研究那有去找方法但是这尝试好几次都是失败第2次减肥之所以会成功那是不是有一个关键，就是我跟对老师了嘛？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刚开始减肥的时候都是去信一些偏方这个艺人晚上不吃东西就可以变瘦那个时候都是去看这些东西。第2次我是跟对老师自己去研究营养师怎么说然后自己去买书回来看。再来就是真正去参考并且相信别人的成功经验然后真正去落实这个减肥过程当中就是会不断的去调整那也在其中得到一些成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更有成就感和信心在这边我老 K 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件事情我在这个成功经验里面我学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养成习惯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即便这个习惯是别人觉得绝对不可能达成的习惯例如我减肥的时候都不吃碳水化合物这意思就是你连饭都不能吃这个不是几天还要养成习惯就是我减肥这8个月以来都不能吃碳水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吃碳水，而是挑选吃那个时候会控制升糖指数，饮食多半以蔬菜和蛋白质为中心几乎跟我以前的饮食习惯迥异以前我可是1周5次麦当劳的人然后吃完麦当劳回家晚上还是打开洋芋片先磕1-2包再说的那一种。但是后来老 K 看了这个营养学里面有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有那个味蕾重置的概念那就这样一步一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周围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居然连饭都不吃这减肥也不用减到这样。印象中是没有饿到肚子老 K 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但是这个饱腹感还是很足的连出差我都带着个小型的体重机每天就量这个体重又变瘦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
乐此不疲，不仅看到自己越来越瘦啊，这肌肉量保持的还不错所以这个习惯就越来越稳固。养成习惯的自己也回不去以前的那种饮食习惯了，知道有很多好处啦那怎么还回得去呢？我说到这边好像跟念佛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你们看看我们念佛的习惯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开始我们烦恼很多嘛，而逐渐的我们养成习惯把这些烦恼都念掉对不对？我刚刚说的这个减肥的习惯很重要念佛养成习惯是不是也很重要？师父都跟我们说要续念不断所谓续念不断就是叫你养成习惯嘛。老 K 还是话说从头比较好其实老 K 以前一直有在念佛你们有看以前的影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以前我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一直没有专修大家也知道我后来念佛念一念干脆放下了，跑去念地藏经了所以你们看这个像不像我第一次减肥失败那一次的经验记得我刚开始接触净土法门的时候是2014年我那个时候还是老法师的净土要门，应该是从2014年到今年2025年的2月，都算是这个净土要门的时期你看这个整整10几年我就是把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方式所以越修越怀疑嘛。人家说这个修行应该是越修越安心但是当下的我却越修越起疑心后来改念这个地藏经也是嘛，这太长了吧。老 K 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念地藏经有念地藏经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老 K 说一下那个时候老 K 念地藏经都分上中下3部，因为忙还要工作所以一天只能花2个小时多来念经那一开始又念得很慢所以你要我这一天把一整部念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后来这个地藏经那个时候听到那个老法师讲经还说到这个地藏经要每转一次才有功德你不只是要念你还要把地藏经上面说的东西落实到自己生活上各位落实这天你能够想象吗？那以前古代说的那个不知道多久以前的古代光目女、婆罗门女那个时候他们做的这些功德自己要落实才行现在是末法时期你要在这个末法时期落实的概念大家如果有念过地藏经的人都知道那里面其实都教我们供养佛法僧的功德还有方法、布施利益等等的概念现在再来回想看看你别说做不到这个1/10都很难做到那个时候叫我们转转就是自己去做不是念经念一念就没事的概念。但是里面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我到2025年年初我才发现这件事，就是地藏经里面的第9品称佛名号品第9后来我才发现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个称佛名经上其他说要转你要怎么转要你做这个大布施还要你去供佛南方找这个清净之地这个有地藏王菩萨的像你要去供养，把它供养在龛室里面，供养佛法僧的方法看来看去就是第9品念佛这比较做得到。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净土要门的关系我都以为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没有妄念这才叫合格根本其实没有真正了解这一品到底在说什么。直到后来老 K 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净土宗教团净本法师的影片从此学到了这个一向专念的概念。后来我才放下杂修专心念佛3天结果这个体会真的是不一样我在这个里面的体验那个时候已经做成了，大概是2月的时候做的第1支片跟大家已经详细的说明过其实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心中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这个就叫修行就是满满的信心愿心我是仅3天念佛我觉得抵得上我过去辛辛苦苦念这个地藏经还念了10年这完全不夸张而且我回去看这个称佛名号品第9的内容我才发现原来地藏菩萨都一直在等我听懂他的意思你看看它里面还用称它不是叫你念佛这一品你打开去看看它的内容，它里面甚至跟你讲闻佛号就得利了，你只要听闻就得利。
啊，你们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啊，老 K 这个第二次啊，对于这个修行的体验啊，就像这个复制了减肥第二次成功的这个成功模式一样啊。那个时候老 K 跟对营养师啊，而且是看 YouTube 啊。这一次我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找到净门法师啊，所以也是跟对师傅。啊，后来也是这样哈，那3天过后啊，自己去研究了一些经论啊，然后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并且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就像我这个刚开始在做那些影片嘛，挑战1天佛号念1万声、2万声啊，那些都是养成习惯嘛。那当然了，在其中也有一些困惑啊，像我也后来是去找道成法师啊，包括慧净上人，然后净土中的一些师傅们，按照他们的指导来修行。那你看我现在自己去看书啊，去研究善导教法、法然上人的这个著作，像不像我当初去听了这个营养师之后啊，自己买书回来研究营养学嘛？现在老 K 回想起来啊，简直就是复制当初的这个第二次减肥成功的经验嘛。你说我现在养成什么样的新的念佛习惯呢？其实你们看老 K 的影片看到现在都很清楚了嘛。我要传达就是快乐念佛啊，你要把这个念佛当作习惯嘛。就是法师他们说的相续念佛啊，因为这些啊，对于专修念佛人来说啊，都是很好的习惯。所以你们看啊，我会在这边认识大家啊，我当初也没有想到啊，我只是要上传几支影片啊，然后做功德啊，回向给我这个生病中的外婆啊，频道的订阅数就这样越来越多嘛，现在还突破1万订阅，居然变成这个念佛人老 K 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修行方法，然后帮大家解惑啊，自己也不懂的时候就去问法师嘛。其实我一开始啊，连想都没想过以这个弥陀的业务员啊，念佛人老 K， 这对我来讲啊，就有点像做梦一样啊。当然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才有今天的念佛人老 K 啊。所以啊，这个以念佛来讲啊，养成习惯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甚至超越你去理解这个念佛的道理你看嘛，我老 K 常常在举例拿这个念佛人的老阿嬷为例大家都是不懂道理嘛，就天天拿着一串念珠在那边念佛而已嘛甚至有的人住院嘛，躺在病床上啊，这个佛都念不出来只能用听佛号的，即便这样子也能够往生嘛其实啊根本不需要懂得道理因为只要你继续念下去你就会发现你越念越懂老 K 就是一个例子嘛你们再看看我从这个减肥2次失败那一直到现在养成一个相续念佛的习惯老 K 有时候觉得这个一步步的都是弥陀在指引我，所以其实老 K 在这边真的感受到佛恩都是他妥善的安排在这边老 K 我有不断的去宣传这个他力本愿专修念佛方法的好处来报佛恩最后老 K 还是要特别感谢所有指导过我的师父们包括现在正在指导我的师父们，因为有你们在老 K 才不至于被邪师利用这个路才不会走歪真的是师父们给我的底气让我这样一步步的走上来今后老 K 说法还是会再跟师父们确认所谓自信教人性这就是老 K 今后频道的主轴也感谢各位看到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南无阿弥陀佛。